包沃是芬兰第二古老的城镇，也是我心中票选第1名的可爱小镇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沿河的红色仓库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，鹅卵石街道，和一座建于15世纪的包沃大教堂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如画般的美丽，每一处风景都令人心动，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包沃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包沃在历史上是重要的贸易中心，包尔沃河更是当时芬兰重要的贸易路线，以河岸两旁的红色木屋而闻名。那些红色木屋原本是商人用于储存远洋异域美食和商品的仓库，现在已经变成私人住宅、餐厅和储藏室等等。至于房屋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当时是为了迎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3世的到访，才漆成红色的。你看河岸另一边停泊着一艘艘小型游艇，听说生活在北欧的居民，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游艇或船舶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一大早我们从赫尔辛基搭车来，就是在这里下车的哦。回程记得也要来这边搭车哦。旧城区的房屋多为木质，色彩丰富。这些房屋大多数建于18世纪，充满了历史的韵味和典型的中世纪风格。街道铺有鹅卵石，沿路有许多温馨的咖啡馆和餐馆，提供传统的芬兰美食和甜点。游客可以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中享受美食，感受一下历史的氛围哦。旧城区还有许多小店和工艺品店可以逛。这些店的老板娘好厉害哦！结账的时候，一听到我们是从台湾来的，再见，谢谢，朗朗上口。他说他还会日文，ありがとう、さよなら，西班牙文 ，adios, gracias。哇，好多语言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另外，这间巧克力专卖店 Bromberg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推荐。店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制品，从经典的黑巧克力、牛奶巧克力到创新的巧克力糖果，每一款都充满了艺术感和美味的诱惑。你也来一口如何？享受一场味蕾的盛宴。减肥的事暂且忘了吧。逛啊逛，沿着鹅卵石路往上前行，来到了城内最著名的地标包沃大教堂。因为之前俄国的沙皇就是在这里承认芬兰人自己的权利、信仰、宪法及自主权，所以包沃大教堂象征着芬兰的独立精神。最初的教堂是用木头建造而成的，而现在的石头教堂是于15世纪改建的，但因为战争多次被烧毁，最终经过修复，才又于2008年重新开启。教堂前有一块独立战争纪念碑，是用来纪念1918年于芬兰内战中阵亡的白军。教堂旁边有一间冰淇淋店，因为现在是6月底，天气对当地人而言应该是算蛮热的，人好多哦。我点了一份15的冰淇淋 buffet， 内容是冰淇淋3琼，但冰淇淋上面的料随便你加，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。好多人都点这个，所以我想说也点来吃吃看。炎炎夏日吃起来超舒服的。我们做了一件丢脸的事情，2个人一起吃，而且还跟老板要了一个纸杯。后来老板跑来跟我们说，嘿，buffet不能这样哦。算了啦，没关系，这次就这样算了，但下次不行哦。哎呀，真是太丢脸了。逛完了教堂，我们往旁边的森林区前进。据说
这里以前有一座城堡，它有2层护城河。现在虽说城堡已不在了，但依稀可以看到城堡的腹地和护城河的样子。以前还有人在山上找到弓箭呢。我是不是该睁大眼睛好好看一下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找得到的啦。如果能找到，那就太幸运了。这附近还有一座旧车站，旧时的铁路还在，但是我们询问可否进去参观车站的时候，车站门口的人告诉我们，车站已经没有再使用了，目前是由老百姓在居住。好可惜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车站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艺术工厂里面有免费的展览可以参观，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体验艺术的地方。这么热，进来吹吹冷气就可以免费看展览，真的很不错哟。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，很适合来这里逛逛哦。我们走回河边的市集用餐喽，这里好吃的食物很多啊，天上的海鸥也不少。来芬兰之前做了点功课，知道海鸥会飞下来抢食物，所以一路上我们吃东西都很小心。海鸥的粪便竟然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落在我的脖子上，真是欲哭无泪啊！按照我们的习俗，一定要去买彩券试试手气才行，对吗？外国人不能买吗？是真的吗？有没有人了解到底可不可以购买的啊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最后我还是没有买，因为他说不行。先买点食物来吃吧。沃尔沃河旁的这个市集有卖各式各样吃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很悠闲地坐在河边用餐。刚才买彩券前我们来的时候，烤乳猪还完好无缺，才一会儿时间，现在已经快卖完了，生意真的很不错。我们点了2份烤乳猪和1份牛肉饭，一共是24欧。我们也来享受一下悠闲的河岸时光吧。今天的包沃之旅，让人感受到时间的静止，历史的厚重感，古朴的小镇，悠然的河畔风光，但友善的居民，包沃的独特魅力让人难以忘怀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愉悦。你也有这种感觉吗？留言告诉我，你也喜欢包沃吗？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！附上赫尔辛基到包沃的交通资讯，让喜欢包沃的你参考哦。